江公子，奴家为您吃葡萄。快来人啊！世子死了！想不到我堂堂大周柱国靖国公亲孙子竟然在教坊司嫖死了。周尚书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没准儿江世子的死另有隐情呢。谁不知道那江峰是个整夜流连教坊司专场下三道的纨绔之徒？倒是听说冯大人也会来，这婚约刚定下，国公府就出了这桩丑事。今日这出大戏，咱一起瞧瞧。哈哈，二位请。户部尚书周大人，礼部侍郎赵大人，左都御史谢大人到。三位大人，今日孙儿行丧，招待不周，还望海涵。国公爷节哀。面色枯槁，虚浮之相，一看便是酒色乏身，精气早竭，贪欢无度，好劫甚远。堂堂的晋国公独孙，竟落得个脱阳而死的下场。动了！赵大人最近莫不是也操劳过度，出了幻事？走吧，咱们先去那边。不可能啊！头好痛。怎么了？大周柱国晋国公独孙在教坊司玩到死。奴家为您吃葡萄。今天本公子可不想吃这个葡萄。今晚我们姐妹几个都在，怕是要让公子好生操劳了。去他的！堂堂的国公世子还真是嫖到死，还是在有未婚妻的情况下。通政使冯大人携女冯姑娘到。冯家，我未婚妻。按照礼节，这姑娘怕不是得终生为我守寡了。我去呢，这冯初瑶好像有点问题啊。国公爷节哀，今日冯某携小女前来，还想谈谈退婚一事。也罢，我江家也不可误冯姑娘终生。退，这婚必须得退。退，这婚必须得退。没想到我竟然穿越成了堂堂晋国公府世子，未来的国公爷。这现成的纨绔身份倒省事儿，享受必须得享受。这是了，江峰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我可从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再说了，你是死在教坊司姑娘身上的，你死了也不能来找我呀。是人是鬼，老夫来会会你。爷爷，轻点儿，我是你的好大孙啊！你奶奶个臊子的！你这龟孙真没死，还真他娘的活了！哟，这不是我未婚妻和我未来岳父大人。这个世子啊，虽然你没死，但这次也实在是……嗨，不就是退婚吗？我同意了。这孙子同意和冯家丫头退婚，我刚才还担心他晚上给我托梦抱怨冯初瑶没给他守寡呢。那个前未来岳父大人，这婚我爷爷刚才也同意退了，我都听着了。那关于我们国公府的彩礼，是不是得退回来了？什么彩礼？咱家彩礼还没送过去呢，你让冯大人退什么？你是不是死糊涂了？当然是我这些年给他的了。当初他跟我要钱的时候，冯姑娘可是说都是彩礼的预支。江峰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就不能成熟点？你能不能多和梁公子学学？嘿，正啊，就是这个味儿。江峰，你太过分了！这次你别想让我原谅你。父亲，我们走。回去抓紧准备啊！我过几天上门娶。世子，这次退婚是不是传说中的欲擒故纵？
假意退婚，让冯姑娘感受到您真的好，失去才懂得珍惜。停，这都谁跟谁？就那死绿茶！难道我这么多年，瑶瑶，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？我回家就去偷我爷的收藏的字画给你送来。江峰，区10万两金子你都不愿意为我付出，你还想不想娶我了？想，当然想。可是什么？而且我不是说过，这些也是你娶我彩礼的一部分。你能不能多和梁公子学学？你这样下去，我嫁给你能有什么未来？江兄，这10万两可是用来给冯大人打点同僚用的，你还犹豫？看来这次冯姑娘真的失望了。梁兄，你务必得帮帮我。算了，谁叫你是我兄弟，我会帮你好好劝劝冯小姐的。多谢梁兄。嫁给国公世子有什么未来？我尼玛，一个黑铁段位的绿茶都能堂堂的国公世子 PU 成这样，这时代太风云了。老谢，你帮我瞧瞧我这龟孙是不是脑袋出问题了？别废话了，赶紧给他好好检查检查。世子身体无碍，就是这些年真元耗损过甚，肾水不足，虚火上浮。我国公府就这一个独苗了。爷爷，那没啥事儿，我就先出去了。你又要干啥去？去教坊司啊！我可是世子，必须得享受啊！你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？老夫戎马半生，怎么就有你这种孙子？是，爷爷您横刀里马，举国无双。作为您孙子，虽然照您差点意思。老谢，这败家玩意儿真没事了。世子看着是不像有事，看着没事儿。没准世子去了教坊司，还能更好的刺激一下，方便日后用药调理。那要是教坊司都没给他刺激起来，那可能是真废了。调到死的难度，对我而言还是有点高。难道我江家真要绝后？不行！来人！老爷，去，给我盯着那败家玩意儿在教坊司的一举一动。是。进来。还真是天下第一纨绔，前脚都死过去了，后脚爬起来就又来嫖。江世子，您身子无碍了。今日媚儿和清月可都闲着，要不我把姑娘给您喊来？嘿，亏得您当年还是头牌，这事儿哪有大白天就开整的？合适吗？世子教训的是。我呸！还白天不合适，也不知道是谁起大早就偷摸往姑娘们房间钻，还美其名曰惊喜。这羊汤不错。世子连日奔波，这羊汤最是暖身固本，喝了舒坦。去准备药浴，本世子今日要早点睡下，待明早给媚儿姑娘一个惊喜。是。你先去吧，来福，你去门口守着。是，世子。他奶奶的，这事儿不对啊！能这么巧？父兄族亲3年间尽数战死沙城，只剩下我一纨绔留在京城，竟然死在教坊司。就算老头子刚击退匈奴立下不世之功，但因为我这一波嫖到死的操作，已经让国公府名声扫地。如果我真死了，待几年后老头子也没了，国公府后继无人，岂不是沦落到被瓜分的结局？所以我的死并不是意外，而是有人在害我。好在谢神医到了，背后下手的人绝对不敢再用同样的手段害我。只要我自己不作死，起码这教坊司暂时是安全的，还能稳住我顽固人设。情之过急，武志化火，耗伤心血，以致气血失和，脏腑失调。说人话，就是受刺激吓着了。你最近稳住情势，我给你开个方子，你先调理几天。我他娘的能不受刺激？龟孙差点把我一世英名都败干净。堂堂的晋国公世子，死女人肚皮上，最起码气得我少活5年。至于你这次的伤，只能过段时间再说了，也不知道老夫还能护他几载。国公爷，教坊司那边有世子的消息了。怎么说？
这小子可擎天立柱了。这世子去了教坊司后，先大吃了一顿，然后让老伯准备了药浴。然后呢？说重点。然后世子睡下了。他就睡下了。老姜，你怎么样？刚才还说切勿激动啊！老夫怎么感觉这一下得减寿10年了？人我们带来了，那纨绔可在房间里？在，我已经给他下了药，也该发作了。快点，别被人给看到，出了事我们都得死。热，好热，热，好热！你们到底给他喂了多少量？怎么这么烫？别碰我！你是谁？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长公主殿下，您中毒了，我已经请了人给您治疗。快把她带走！这可是长公主啊！我这一路在马车里连大气儿都不敢喘。对了，楼上还有个麻烦，你们去把那人解决了，我才好把人送进去。好。怎么回事？我这身体明明都虚废了，难道我又被下药了？不对啊，如果真是被下了药，我不可能察觉不到。这药浴效果不错，养生滋润肺腑。这丁香肉桂虽然有些多余，但也能促进发汗，打开毛孔，不错。难道是那碗羊杂汤里面，莫非放了羊印粉，再被丁香肉桂这么一刺激，催成了情毒？这种剂量的情毒，硬挺也能挺过去，顶多算是补得精虫上脑，也不会对身体有很大损伤。就算碰了姑娘也没什么，也就是透支身体再虚几天。莫非是巧合？我操，好像不是巧合。世子咋还不叫我去找姑娘来伺候？不对啊，泡完药浴补了身子，不是该好好整几下了吗？莫非死一回真转性了，不碰姑娘也睡得着？帮帮我，我好热！快了，快了，长公主殿下，马上就有人为您解毒了。果然发作了。我操，这又是什么情况？我眼下哪扛得住这个？你姐，总不能是背后的人想让这女人吃了药直接炸死我吧？你是谁？我告诉你，别乱来啊！倒也算清俊，今晚就便宜你了。醒了，醒了就起来聊聊吧。好痛！提前说清楚，昨晚都是你主动的，我是受害人。你无耻！我无耻？你无耻！我无耻？我才刚穿过来啊，刚来就被你给祸害了。登徒子，你闭嘴！我操！你知不知道我本来就虚，昨晚没被你折腾死都不错，到现在腰子还酸呢，你还敢踹？你闭嘴！别整这出跟皇帝登基似的。对了，你昨晚是被下药的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又是谁？这京城还有不认识本世子的？看来还是不够纨绔。你是晋国公府世子江枫。
小牛倒是好眼力，正是本世子，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貌若蝶仙。本宫名讳宋之瑜，这名挺熟啊，啥身份你要跟本宫上了？当今圣上的亲姐，长宁长公主。事已至此，你是被什么人绑来的？昨晚又是怎么回事？与本宫一一道来。绑？我昨天下午自己来的，泡个药浴睡得正香呢，你就进来了，就说一句我长得清俊啥的，然后按着我就开始亲。果然是京城第一纨绔。多谢长公主夸奖，愧不敢当。看来是幕后之人想利用你来对付本宫。罢了，昨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，听懂没？你想提裤子不认账是吧？你找死！古代娶了公主那就是驸马，驸马那不就是赘婿？赘婿没人权还不能纳妾。你听到没有？哦，那还是当没发生过比较好。还敢看？滚出去！看看又不能少块肉，昨晚本世子啥没看过。那我先出去了哈。还不滚！以我的经验来看，咱们应该要被捉奸了。长公主殿下，您说现在该咋办？转过身去，敢看一眼，本宫把你眼睛挖出来。是，谁叫您是长公主呢？你个小婊子，表现越来越好了。大人您满意就很好，昨晚还没来得及服侍您呢。这觉睡得可真是舒坦，就是脖子咋这儿疼呢？坏了！世子，您还在里面吗？来福，快回家找我爷爷！我昨晚把长公主给弄了。啥？听不懂吗？我昨晚把长公主给弄了！快去，不然我爷就见不到我了。粗鄙不堪！长公主殿下，咱现在咋办？等人来，玷污长公主，乃诛九族之罪。我操！提裤子不认账就算了，还想灭口！我临死前也把你屁股上有痣的事说出去。登徒子，你找死！就登了，咋的吧？果然是个纨绔，不过也更好掌控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是晋国公府世子。还有第二个办法，你可免死罪，本宫也可保国公府无事。什么办法？把这教坊司给我围了，一个人都不许放走！谢兄所言若是属实，今日就算是晋国公亲至，我也断不可能放走这纨绔。陆都督不避勋贵，不徇私刑，当真是铁面无私，忠直可嘉。出事了，真出事了！世子啊！他奶奶的，想那龟孙干啥？净给老子找不痛快！吃完早饭整点小茶水，这日子还不舒坦？国公爷多虑了，世子吉人自有天相，没准昨晚已经可以擎天立柱了。没错，这小子在攻下三牢的方面可从没让老夫操过心。老爷，不好了！来福，出啥事了？你咋自己跑回来了？老爷，昨晚世子弄了，真弄你？这小子又能行了？是行了。不是，老爷，世子昨晚把长宁长公主给弄了。我回来前看到谢御史和陆都督已经带兵把教坊司围了，要抓世子呢。你说那龟孙把长公主给弄了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长宁公主是不是下个月就要去西夷和亲？是吧？你可免死罪，本宫也可保国公府无事。什么办法？说来听听。与本宫成婚，做本宫父母。啥玩意儿？驸马？如何？开门！给本世子开门！谁敢锁本世子？不想要脑袋了是吧？
江世子来的挺快，挺巧啊，各位大人。把这贼子拿下！这刚才还世子呢，这咋扭个头就成贼子了？哎呀，轻点轻点，整疼了哎！末将救驾来迟，让殿下身陷险境，万死难辞其咎。末将这就将他压下，53刻问斩。不是，长公主殿下，我同意了还不行吗？陆都督，此间确有误会，先放开他吧。殿下，可这贼子对您不敬，当斩。我说放开。是，放人。臣左都御史谢启贤拜见长公主。起来吧。是。殿下今之玉液被此寮玷污，按大周律法，此乃诛九族之罪。等会儿的，我跟我夫人睡个觉，也轮到你们管。夫人，贼子，你好胆，敢对我大周国公主出言不逊！殿下，此谣不除，怕是难以服众啊！我服你爹个老懒！我夫人可是当今圣上亲姐姐，难道和谁睡个觉，选谁当驸马都做不了主吗？还有天理，还他妈的有王法吗？等会儿，长公主虽然是皇帝亲姐，是不是也不能做主自己的婚姻？而且长公主成婚，一般是不是还得皇帝圣旨？那个，我刚才好像是有点嚣张哈，二位见谅。庶子而敢，光天化日亵渎金枝，蔑视帝威，目无君上，形同谋逆。哎，你这小词儿一套一套的也就算了，我咋就谋逆了？这小子他妈的不弄则已，一弄就把长公主给弄了。来人，召集300府兵精锐，随我去救人。冷静，老姜，冷静！我姜家就这么一个独苗，怎么冷静？此间必然有人设计，不然长公主怎么可能出现在教坊司那等烟柳之地？来不及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。夫人，要不您跟他撂了？昨晚可都是你给我闭嘴！此事我会和陛下言明，我与江质子情投意合，并非他一人之故。可是，还可是个啥呀？这话不都说开了吗？等我夫人跟陛下要个圣旨，成婚不就结了吗？都督，不好了！末将参见长公主殿下。免礼，何事惊慌？晋国公带数百人将教坊司给围了。让开！胆敢阻拦，杀无赦！我的国公爷爷这么牛逼的吗？谢启贤、陆振山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还不滚过来！晋国公，江世子玷污长公主殿下，辱没帝威，按律当斩。晋国公，如今公主殿下出现在这烟花柳巷之地，定是贼人所为，还请将世子交与我2人带回调查。想带走我孙子，你们长本事了！我今天倒要看看谁能从我手底下把人带走！我操，这简直猛得一塌糊涂！晋国公，还请别让属下为难，此事关乎帝威。帝威，你可以试试。今天老夫把话放这儿了，就是陛下亲至，也带不走我孙儿。爷爷，皇帝来了也不行，咱国公府这么猛的吗？闭嘴！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，便可拜上将军。您这显然是国士无双啊！这小词儿整得不错。接下来您歇着看我操作吧，我绝不可能丢咱们晋国公府的脸。你这龟孙儿要干啥？还想让我当驸马？做梦！哼！就凭你这小妞，也想拿捏本公子？你说什么？刚刚差点就被你给骗了，还好我爷来得及时。爷爷，你打我干啥？你个混蛋，刚刚说啥？这小妞，长公主，她想让我当她驸马，我当然不同意啊！您可是晋国公，我入赘那成什么事儿了？而且还不能纳妾。闭嘴！殿下恕罪，
此子昨日刚死回来，怕是脑袋还不灵光。明日我亲自向陛下求圣旨赐婚。难得晋国公明义，本宫罚了，晋国公不必相送。倒是记得回去好好教育江世子。微臣领命。老姜，怎么样？这个孽障！左都御史谢启贤和左都督陆振山今早带兵去教坊司拿他。没起冲突吧？那倒没有，借他们8个胆子敢跟我起冲突。那就好，可别因此给你安上了谋逆罪名。不过世子，真弄了长宁长公主？我哪知道，这得问他。问我干什么？他奶奶个臊子的！老姜，还是我来吧。世子啊，我给你先诊脉看看。以您的身子，昨晚怕是中了情毒。老谢，咋样？脉象没有问题，不似中情毒啊，就是比昨天更虚了，怕是昨晚战况不俗。咋的？他没中毒，还能是长公主缠着龟孙的身子不成？那谁说的准了？你个小兔崽子！爷爷，礼貌。您从您媳妇儿骂到您儿子一圈了，这都罢了。待你和长公主完婚后，此事便也算作罢。那没我什么事儿了。来人，给世子带下去，关禁闭。看来想当个纨绔世子享受生活是难了。不过那长宁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看来是幕后之人想利用你来对付本宫。罢了，昨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，听懂没？难道下手的人想要的不是我的命，而是要对付长公主？世子，您吩咐我的事查到了。世子，您吩咐我的事查到了。怎么说？这长宁莫非真有问题？世子多虑了，长公主殿下能有什么问题？她上个月回的京城，公主一般在成婚之前不是要住在宫内吗？她怎么晚上会出现在宫外？世子您有所不知，先帝驾崩前，长宁公主确实住在宫内，但当今陛下登基后，长公主殿下就是皇帝的亲姐姐，她自然在外住公主府啊。原来如此。而且长宁公主前3年一直在外游历，上月回京是因为定下要去西夷和亲。去西夷和亲，然后还在外游历提前调研，咋的？研究顺手整个丝绸之路是吧？世子，啥是丝绸之路？没什么。难道说这长公主真有点问题？而且我还听说长公主在京城内有很多产业。果然如此，你先下去吧。看来是长宁被人盯上了。这3年的外出游历，实际是做生意。公主能做的无外乎丝绸或粮仓一类关乎民生的，所以才被人盯上。而我晋国公府有兵权，我一死，晋国公府后继无人，早晚被瓜分。但偏偏长宁打通了行商西夷的路线。昨晚的事不光能借长宁铲除我，还能用我毁了长宁日后的名声。好恶毒的计谋！可我一个纨绔世子能怎么做？还有我和那冯家的婚约。放我出去！我要见我爷爷。世子，国公爷说了，您禁闭期间不能外出。快去通报，世子要死了！你不是要死了吗？爷爷，我想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做。还好老夫做了2手准备。重要的事儿？什么重要的事儿？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老子抽死你！长宁他，你他娘的还有脸提长公主？那换一个，冯初瑶。冯家那丫头。对啊，爷爷，当天就是口头退婚，我还没去送退婚书呢，而且还有几十万两彩礼钱没要回来呢。几十万两？你这败家玩意儿，老子抽死你！爷爷，几十万两事小，退婚事大呀！我马上都要成驸马了。结果还和冯初瑶那女人有婚约，这不凉球了吗？我操他的！你咋不早说？你现在就去！等等，带府兵前去。冯家敢不签退婚书，直接一把火烧了。文兄，我可听说那长宁要招江峰做驸马，咱们冒了这么大风险，莫非就这么被他化解了？江峰那废物自然不足为惧。至于长宁，对啊，有瑶瑶在，看那江峰怎么当着驸马。俊才，这件事和我还有关系？当然有，江峰那废物可是对你百依百顺，当日行丧突然醒了，定然是脑袋犯浑才提出的退婚。
就算江枫被晋国公逼着来退婚又如何？只要冯小姐稍一劝慰，加之她的愧疚之心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世子，我去通报。通报个鸡毛啊！要是敲门进去，这么多府兵，岂不是白带来了？啊，那我们就这么带兵杀进去？拿着，照着这个，记住，要喊出狗仗人势的感觉。是的，我尽量。本世子可是京城第一纨绔，而你是我的随从，不拿出来点气势，岂不是被人瞧不起？世子，我明白了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老老实实出来把退婚书签了，我们家世子还能饶你们一命。欺人太甚！温公子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你们出去会会那废物，我不方便出面。记住，冯姑娘按照我刚刚说的，实在不行，求也得给她求回来。温公子，你让我去求江枫那个废物？不然呢？你若是胆敢把婚退了，不用等他国公府入，我回去禀我父亲，也让你冯家吃不了兜着走。是，温兄不至如此，我倒是也会劝那江枫一二。他晋国公府再势大，也得给我梁家几分薄面。不错，那我便再教你一招。冯小姐先去吧。是。谨记温兄教导。去吧，区区一个废物世子而已。江枫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敢带兵来我家？你是疯了不成？江世子，今日所为，将本官脸面置于何地？你必须给本官一个解释。江枫，你别胡闹了好吗？你都惹我父亲生气了。哎，光天化日这么多人可看着呢，别拉拉扯扯，男女授受不亲没听过吗？江枫，世子名讳，也是你一个民女能直呼的。还有你，冯大人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区区一个四品小官，见了世子不应该行依礼吗？我操，这一波自由发挥可以啊，都可以列入北影教材了。你说什么？来福，那可是我父亲。冯初瑶，你一介民女见了世子为何不跪拜？来人，给他按内给世子磕头。此事是小女不知礼数，下官向江世子告罪。至于小女，若是世子非要小女跪拜的话，江兄，冯小姐可是你未婚妻，出了什么事至于如此？哎，你不那谁，他搞的那个破鞋梁有才，在下梁俊才，而且我与冯小姐清清白白，何来破鞋之说？得，你爱啥财啥财吧。今日本世子没工夫搭理，老东西，把这退婚书签了，然后把37万两银子的彩礼还回来。还愣着干啥？签了。江兄，你此番大动干戈退婚可想好了？你昨晚与长公主殿下的事我也有所耳闻，并非没有周旋的可能。哎，你小子贼眉鼠眼的都听说了，那你说怎么周旋？我就知道江兄你与冯小姐郎情妾意，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退婚？你别扯这没用的，你倒说说，不和她退婚，我还怎么娶长公主？江兄是想娶长公主？不然呢？那可是肤白貌美、大长腿的长公主，有钱有势的六边形战士，懂不懂啊？江兄莫要自欺欺人了。长公主下个月可就要去西夷和亲，如何能嫁与你？你不信？我可是长公主指名道姓要的驸马爷。江兄，这样吧，我梁家在陛下面前也会为你说话，陛下必然不会为难晋国公。真的？有我父亲和国公爷联手，保下一桩婚约又有何？况且陛下也愿意见得如此。若长公主嫁给你，那西夷和亲又该如何？等明日朝会，晋国公向皇帝求亲，确实你和冯家的婚约就足以让陛下定你死罪，哪怕是晋国公也保不住。不是，你说啥呢？你不想让长宁嫁给我啊？不然呢？我还合计你要用你父亲的权势劝陛下顺顺利利把长宁嫁给我。算了，看你也不聪明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老东西，还愣着干啥？赶紧签！我明明说的是在陛下面前保你无事，这纨绔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可能被他戏弄了？看不得人好是吧？能娶到长宁，谁还要这绿茶婊？
江世子，属下官不能签这封退婚书。不签，耍无赖是吧？行啊，本世子就喜欢耍无赖。江世子要干什么？来福，今天冯大人要么把退婚书签了，要么世子一把火烧了你这小府邸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懂？那本世子再给你重复一遍，要么签退婚书，要么我让人烧了你这小府邸。江峰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可是堂堂的晋国公世子，京城第一顽徒，你想我怎么样？说这段位也太低了吧，照前世在网上看到的也差太远。唉，时代的局限性啊。江峰，你这样我以后都不会原谅你的，你别想再回来求我嫁给你。我操，人才啊！少侠一脑就出金句了。冯大人，您先稳住他，我去请我父亲过来。好。看来江兄是不愿听我一言了。也罢，那我就先行告退，不在此打扰。梁兄，这么急着走干啥？看完戏再走也不迟嘛。江峰，你当真要与我过不去？这叫啥话？这些年还多谢你照顾冯小姐，此等大事你自然得一起看看。取笔墨来。冯大人可想好了，这退婚书一旦签下，你可知会如何？梁公子，你当着我的面威胁人？不敢，我只是在提醒冯大人而已。你与冯小姐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莫不是要因为一点小矛盾就退婚？以后后悔都没地方去。那就不用你操心了。对了，来福，你说这刀剑无眼的，我晋国公府的兵马要是失手杀了几个人，得咋样？世子，这可不好办啊！今天是您带人来的，要是死了人，整不好您得被老爷关半个月的禁闭。半个月呢？饶命！江世子饶命！我签了这退婚书。不错，那彩礼我就再宽限你3天时间。多谢世子。江峰，你威胁朝廷命官，让人横刀阻本公子，我定要上奏陛下。哎，干啥呢？还不赶紧放开梁公子？那个梁公子，对不住啊，手底下人不懂事儿，回头我关他俩起闭。慢走不送啊，梁公子。来福，这俩府兵太不守规矩，怎么能这么对梁公子？以为这里就会放过你？刚才举刀举累了吧？回去一人赏5两银子。这个畜生，明天要你好看。老姜，你今日这棋风杀伐有余，却总有后顾，如此来回，反倒失了攻法本心。这局棋怕也没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过犹不及呀，棋风如人，落棋随心。你这心明显不在这棋盘上，而在明早的朝会。我呸！你让你孙子弄个公主试试，你能有心思下棋听我们逼闹？老东西，我搁这安慰你，你揭我短是吧？我这辈子连个婆娘都没讨，哪来的孙子？按你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那龟孙儿，体验一把有公主当孙媳妇儿是啥感觉。得，你那乖孙来了，你爷孙俩掰扯。你还知道回来？退婚书冯家可签了？签了。真签了，不错。对了，爷，明早朝会我跟您一起去。你去朝会干什么？明天你不是帮我向陛下求旨吗？我这个当事人肯定得去啊，不然那帮大臣要是胡说八道咋整？但是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老姜，是子珍把这退婚书签下来了？你自己看呗。国公爷，末将参见国公爷，此行冯府并无差池，特来向国公爷复命。起来吧，详细说说冯秉钧那老东西是怎么签的退婚书？是。世子先让我们包围冯府，然后那梁俊才也在，这龟孙倒是能整事儿，我还怕他被那冯丫头3言2语就给劝回来，可就真难喽。最妙的当是世子带兵挟持这位梁公子，威逼冯家。原来你心里早就有数了。长公主与西夷和亲将近，他们自然坐不住，不曾想此事竟将我国公府也牵连了进来。这个龟孙，怎么？莫非手握30万边军的晋国公爷也有怕的时候？想要兵权，好说好商量，我这把老骨头自然可以给。
但想断我江家血脉，他们大可试试。主儿，您这是遭的什么罪啊？奴婢伺候了你这么多年，何曾见过您受这般委屈？真是让他死10000次都不够抵罪。我也不曾想他们敢对我下药。至于那纨绔，也是被我牵连。可您这和亲之路还未启程，却被那个纨绔毁了清白，往后可怎么办啊？无妨，原本我也不愿和亲，如今还有国公府在前面顶着，一个纨绔也更好掌控。进来吧。公主殿下，1个时辰前，晋国公世子带了数百府兵去了冯府退婚。怎么回事？主儿，您可折腾一宿了，悠着点。那纨绔还扬言，要是不签，就把冯府烧了，把人都杀了，大不了回去被关禁闭。这形势，怕也只有晋国公府才能养出此等纨绔。不过，我倒是听说，怎么还犹犹豫豫的？那国公世子虽然纨绔，却对冯小姐情根深重，百依百顺。前段时间冯大人调任，就是这纨绔从家走，偷来10余万两银子，就连这婚约还是国公爷亲自出面才定下。不曾想，他今日竟带兵逼迫冯府签下退婚书。哼，算他识趣，区区一个冯家小姐，也配和咱们公主殿下比？想不到这纨绔是巧合吗？清河，去备轿。我要进宫向陛下请旨，明日上朝。公主，您可是千金之躯，怎么可能为那纨绔向陛下请旨驾驭她？要请也是国公爷请旨求娶您啊！瞎想什么呢？我是去陛下请旨，明日上朝。是奴婢多嘴。这庆安帝3年前继位，如今也才20岁，手段不足，属于守城都费劲的那种。国公爷今日倒是雅兴，竟带世子前来参加朝会。国公爷，您重创匈奴，立下不世之功，乃我大周国柱，还需教导世子，免得辱没国公府一世英名啊！先别舔了，我爷暂时不收干孙子哈。牙尖嘴利，小小年纪便耽于享乐，日后如何承袭爵位，报效朝廷？仗着家世蒙印，倒比咱们寒窗苦读快活多了。长安街上谁不晓得世子可是天下第1纨绔？多谢这位大人夸奖。您这么会说，一会儿别忘了在朝堂上替本世子美言几句，万一陛下给我安排个丞相、尚书啥的当呢？本官的孙子，二位是觉得纨绔点不合适吗？不敢。朝会时辰将至，下官先行归班战列了。不送了哈。行了，一会儿去了朝会上收敛着点，别忘了今天是来干啥的。国公爷早啊，这位是世子吧？多年不见，更是英勇了。丞相谬赞了，我这孙儿纨绔有余，日后还需丞相提携。自然，自然。爷，他是丞相，那我的官位怎么办？刚刚那老头都答应我了。他啥时候答应你了？世子既有心报效朝廷，恪尽臣职，乃是好事。日后若有合适的京职阙额，本相自会留意，择机奏请安排，必不让世子的才干埋没。哪儿还用这么麻烦？你直接退位换我上不就好了？圣驾临朝，长公主殿下随驾至。还寻思猪逼呢，搁那儿，赶紧跪着！吾皇万岁万万岁！长公主殿下金安。平身。谢陛下。长宁今天突然来朝堂，他该不会是想保国公府吧？众卿，今日可有本邦奏事？陛下，臣户部有奏，淮北一带稍遇旱情，税粮略有减免，国库出尚可持平。令边关军粮调拨在即，请陛下降旨早日发运，以免误了边镇防卫。此事便交由丞相与户部斟酌办理，妥当即可。臣遵旨。陛下，臣有重大封文奏事，关乎皇家颜面，恭为清誉，臣不敢不奏。谢爱卿，欲奏何事？臣弹劾晋国公府世子江枫胆大妄为，秽乱宫规，亵渎公主金珠玉玉，辱没天家尊严，罪在不赦。
昨日辰时，微臣与陆都督带300官兵于教坊司，亲眼于房间内看到江世子与长公主。荒唐！如你所说，长公主在教坊司过夜。陛下息怒，陆都督可在？末将在。刚刚谢御史所言可为真？为真。末将想带世子回去好生调查，却遭晋国公带府兵前来阻碍，下官办事不力，辱没敌为，还望陛下治罪。皇姐，皇姐，如今在朝堂上，我倒想看你还怎么纨绔的起来。难道昨日退婚之事真是个巧合？我说你们俩咋还一唱一和的？我不是说了吗？那晚的事儿，这我才是受害。闭嘴！这个纨绔混账！晋国公，不知世子所言何意？如他所说，莫非是长公主强迫了他？这确实，老夫是说此事尚有蹊跷。哼，那晋国公倒是说说，此间蹊跷何在？不然为何陆都督和谢御史会带兵在教坊司屋内见到世子与长公主？臣王清河有事启奏。王爱卿所奏何事？正是昨日之事。经大理寺查验，此事乃贼人对长公主暗下迷情之药，致使神志混乱，逾越礼数，实属奸人构陷。何人敢对朕的皇姐下此毒手？王爱卿可有线索？禀陛下，此事还在查验中。陛下，若有贼人掳走长公主行下药之举，自可另案追查元凶。如今长公主和亲西夷在即，却被江世子冒犯轻遇，绝无可赦。晋国公，此事你可有异议？老臣不是，这也行啊！明明我才是受害者，而且你不是说好的吗？只要我答应给你当驸马，你就保我没事。混账！混蛋！你去死吧你！大言不惭！朕的皇姐金枝玉叶，岂会委身于一个纨绔？纨绔和纨绔那能一样吗？我纨绔点咋了？我晋国公府这么大家业，不就是让我享受的吗？完了，全完了！陛下息怒，龙体为重。江世子素来顽劣成性，行事方浪不及，也不过一时糊涂，冲撞了殿下。老东西，火上浇油是吗？好啊你真以为朕奈何不得你了？差不多可以了，一会儿真给这小皇帝气上头不管不顾，可就不好收场了。朕念晋国立下不世之功，念你晋国公府人丁微薄，带军一而再再而三事事妄为，可是觉得朕可随意欺罔。来人，陛下冤枉啊！你冤枉，那指定是啊。那你倒是说，你有何冤？当日教坊司房间内，难道除了你还另有其人？陛下，今天您明显是被人给带节奏了，咱俩才是一伙的。信口雌黄，朕如何跟你这纨绔是一伙？陛下，你是长宁他弟弟，我今天过来是向长宁提亲，日后您就是我小舅子，你怎么能看着我被奸人所欺？你还敢提亲？爷爷，到你出手了。我不够纨绔，还是你来吧。陛下，我觉得吧，时代变了，现在都流行自由恋爱，先婚后爱也可以。一派胡言！陛下，长宁可是您亲姐姐啊，难道婚姻大事您不尊重她的意见吗？她真的想去西夷吗？陛下，你可曾考虑过长宁和亲西夷之后过的那得是啥日子？那地方多苦啊！常言道，长姐如母，您舍得吗？和亲西夷乃是陛下的决定，不容置疑。况且我还记得晋国公府可是与冯大人有婚约，冯大人可有此事？冯爱卿何在？启禀陛下，确有此事。哎，我早看你这老东西贼眉鼠眼的，不是个好鸟，咋就你这么能听说？难道你没听说我跟冯家已经退婚了？晋国公，这就是你培养出的世子，在朝堂之上满口污言秽语。我晋国公的孙儿纨绔点有问题吗？我报效朝廷，为的不就是让我孙儿享受？爷，牛逼啊！顶撞不了陛下，你爷爷我还不能埋汰个丞相了？回去再教训。晋国公，丞相，江世子昨日才向冯家退婚，今日便来朝堂向陛下提亲，求娶长公主殿下，将天威置于何在？丞相所言差矣，提亲之事不论结果如何，本宫倒是觉得叫世子此举乃大丈夫所为。长公主所言甚是。陛下，如今既然出了这等差错，倒不如将错就错。若本宫再去和亲，日后怕也落人舌根，致使两国交恶。长宁，
你可是朕的皇姐，若是就这么……陛下，若是我晋国公府能求娶长公主，老臣愿献上30万边军虎符为聘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我操他的，还轮得到你这老东西万万不可了？咋的？难道你觉得我晋国公府求娶长公主，只需要出点金银珠宝便可作聘？温允公，你将天威置于何地？晋国公，本相只是觉得这虎符乃国公府根本，那30万边军随您征战，怎可作为聘呢？老夫乐意，能求娶长公主，把我晋国公府改成公主府都行。好，既然国公爷有此心意，那朕这就赐婚旨，择日让皇姐与姜世子完婚。陛下三思啊！朕罚了，退朝。爷，咱家就这么把兵权给交出去了？那可是长公主，不然你想怎么娶？爷，我现在严重怀疑咱俩是不是被这小妞骗了，她可能就是奔着咱家来的。闭嘴！姜世子，你又要干啥？3日后，请世子来我府上一叙。老臣亲自押送。有劳国公爷了。给我在这消停待着，再敢往教坊司跑，老夫打断你的腿！爷爷，咱有话好好说，您不能限制我人身自由啊！今天朝堂的事，回头我再跟你算账。那您慢走，孙儿我就不送您了。这么久还没回来，莫不是今日朝会真出了什么事？老姜，怎么样？今日陛下没为难你们吧？舒爽！来，咱老哥俩先杀上一盘。输了。今日你这棋风可是凌厉又果断，倒像是抛去了后顾，一心围杀我。那是，那你他娘的倒是说呀！朝堂上到底咋回事啊？憋了半个时辰了。哎，你这浓眉大眼的，咋还说脏话呢？礼貌懂不懂？你也没啥的，就是我那龟孙儿给小皇帝气得眼冒金星，顺手又把温允公那狗东西气了个半死，然后啊，世子被关进天牢了，还不是最后老夫站出来一锤定音，求娶长公主事成。你是没看到啊，温允公那狗东西眼睛差点都瞪出来，我给他骂了个狗血淋头，他还得对着我摇尾巴。温允公可是当朝丞相，就这么忍了？他不忍能咋？不过你帮我分析分析，我总感觉是那龟孙安排好的，他敢当着陛下的面儿。我觉得还是你教导有方。倒也是，最终若不是老夫交出虎符，怕也不好解决啊。什么？你把虎符交了？一个破符而已。我晋国公府只要还有人在，你觉得那虎符落于旁人之手有用吗？但用虎符作聘，落到长公主手里，日后若是有人胆敢对世子动手，你这老狐狸！多谢夸奖。再来一盘。3天，要不是长宁这小妞，本世子至于被关禁闭，还是整整3天。对了，你家主子约我来干什么？纨绔，你敢对长公主殿下不敬？你乱看什么？身段长相倒是不错。你是长宁那小牛的贴身丫鬟？你要干什么？一般来说，贴身丫鬟，在我和你家主子成亲之后，是要晋升的吧？晋升？什么？当然是给本世子晋升为通房丫鬟。纨绔，你闭嘴！我才不要给你通房。清河，怎么了？主儿，这个纨绔欺负我，他要让我给他当通房丫鬟。别听这纨绔胡说八道。主儿，你对我最好了。嘿，那你问问长宁，等我俩成亲了，你是不是得当通房丫鬟？主儿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不过也得看你愿不愿意。翻译一下就是，你要是不愿意当通房丫鬟，长宁就把你卖去别人家，然后换个贴身丫鬟留给我通房。你，我才不走！行了，别逗他了。
唤你来是有事要和你交代，你随我来。哼，你不是纨绔吗？站那么远干什么？怕我吃了你？我怕你扑上来，又给我折腾个半死。你等徒子！你可别，咱俩啥情况你心里清楚。婚期定在7日后，你可有异议？这是我爷爷让我给你的聘礼，你先看看。还有我晋国公府的边军虎符，爷爷说让我提前拿来给你。我知道了。这可是30万兵权的虎符，你就不怕我给你的是假的？真的假的又如何？就算虎符在我手里，也无法调动大军，却是可以保你一世安稳。这女人果然不简单，相比下，小皇帝还是太嫩了。你查到是什么人那晚对你下毒了吗？好像问了个非常蠢的问题，不过无所谓，还好我是纨绔，符合人设。既已经定下婚约，与你说说倒也不妨。这件事就算查出来了，幕后之人也会找人顶替掩盖。若是真追查出结果，那等待你我2人的将是他们更猛烈的报复。你杀人家爹了？什么？你就一公主，人家干啥这么发疯的对付你？他们要是对付我那小舅子，倒还能理解。很多事我3言2语难以与你解释。简单来说，他们若是想谋朝篡位，单纯对付皇帝是没有意义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？对付皇帝没用，但对付你有用，那就说明你比皇帝还厉害嘛。所以我爷才会把虎符给你，就是让你口中的那帮人干瞪眼，对吧？我不见得比皇帝更厉害，不过你既然能想到这儿，倒是出乎我的预料。那当然，万一我爷哪天突发恶疾，一下嗝屁了，我还咋享受生活？罢了，原来这纨绔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。你先回去吧。今日试探长宁一番，倒和我此前猜想的错，看来是小皇帝能力不足，有人想造反啊。可惜这次阴差阳错惹到了我公府，如今虎符又先一步给了长宁，杀我的意义已经不大，都是1000年的狐狸，还玩起聊斋来了。至于我这位未婚妻，她想怎么做？主儿，您真决定嫁给那纨绔了？不如小何帮我想想，莫非还有更好的选择？当然有了，您可是长公主殿下，就算不和亲，想嫁什么样的贤才不行？难道就因为那纨绔轻薄于您，您就要委身于她？那你不妨说说，比如丞相家的温公子，梁国公家的梁公子，赵尚书家的赵公子，还有好多好多呢。这么多呢？是啊，主儿，刚刚您在屋里时，相府特意送了诗帖来呢。相府送来诗帖，在这儿了，主儿，您看看，明日便是中秋，相府设赏菊诗宴，邀请了好多文人才俊去呢。不过我知道您不喜这种繁杂场合，便没有替您应下。这次倒可以去看看。你去一趟相府，让他们提前准备吧。反正您还未与那纨绔世子成婚，不如先看看其他文人才俊。你啊，胡思乱想什么呢？切记到了相府，莫要胡言。知道啦，主儿，那我去啦。去吧。那日朝堂，再加今日所言，莫非真的只是巧合？爷，我回来了。啥情况？我爷没在，国公爷今早便在书房处理边关事务，并未见离开啊。难不成是处理公务的时候睡着了？国公爷连日操劳，要不世子咱换个时辰再来？那能行吗？我可刚搞定了长宁那小妞，这等喜事自然要第一时间跟我爷分享啊。那您怕是得敲会儿了。国公爷睡得沉，敲门，那也不符合本世子的纨绔人设呀。爷，本世子成了。这龟孙儿，老夫今天就给你扒皮抽琴。这起床气这么大吗？你倒是说说，你成什么了？爷，您不知道啊，我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，用我这3寸不烂之舌，才将那小牛拿下。
说人话！我去提亲，他就同意了，还惊叹您英勇无双，功高盖世，乃是大周国柱。这还差不多。爷，您别这么看我，跟我犯了啥滔天大罪时？放你娘的屁！都给长公主弄了，还不叫滔天大罪？礼貌，爷，注意礼貌。婚事长公主怎么说？常您把礼单和虎符都收下了，让我知会您，7日后成亲。7日后？我也没想到这小妞这么急。爷，反正就剩7天了，您就别关我禁闭了。不关你禁闭，任你天天往教坊司跑。我保证不去教坊司。不去教坊司，但是可以去青楼勾栏是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脑袋里都是些什么东西。这样，你收拾收拾东西，今晚直接搬去公主府。啥爷？这属于婚前私合、败坏皇室门妃、有辱国体的重罪啊！而且让我堂堂世子去住他公主府，将咱晋国公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？晋国公府的脸面这些年不被你败坏都不错了，咋的？你还顾忌上脸面了？赶紧回去收拾东西，滚蛋！你又来公主府作甚？去禀报你家公主，本世子要试婚。要是长宁小牛这7日伺候不好本世子，本世子没准就不娶她了。你这纨绔，胆敢对长公主不敬！咋说话呢，小丫头？以后还想不想给本世子通房了？当心本世子一个不小心休了你。要与本宫试婚，他真这么说？是啊，主儿，那纨绔真是……倒是有趣。你将他安置在东院吧。东院与内院只有1墙之隔，若那纨绔半夜偷偷翻墙过去怎么办？主儿，是奴婢多嘴了。去吧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许翻墙去我家公主的寝殿，此乃亵渎乐礼。当心我家主儿治你罪，让你流放。隔墙是长宁那小妞的寝殿。我说的是流放。放心放心，就算我到时候休了你，也不会让你去流放的。这小丫头倒是有意思。国公爷也真是的，哪有让您成婚前来这住的道理？这公主府规矩还这么多，而且咱晋国公府娶妻，就算娶的是长公主，也得跟咱们回国公府住啊！您可是未来的国公爷。来福，你把东西放那儿就走吧，这儿离内院近，你在这儿跟我住不方便。是。看来幕后之人要有所动作，不然爷爷也不会让我提前来公主府。这7日怕是难以安生了。喂，你懂不懂规矩？连门都不敲，不知道男人的卧室不能随便进吗？难不成你觉得本宫会占你便宜？那可说不好，男孩子在外还是要保护好自己，万一遇到女版登徒子怎么办？罢了，本宫不与你争辩。那是你不想争辩吗？你理亏。既然你婚前来了我这儿，这公主府规矩，我便与你说一说。那得看是什么规矩。礼数方面我便不与你说了，你也不会遵守。不错，你这小牛还算识相。但我们明言在先，这7日内，你不许再去教坊司之类的烟柳之地，更不许败坏我公主府名声。我听清河说你要试婚，你想怎么试？试婚的一会儿再说，这7天不许去，成亲之后就可以了。是不是回到我熟悉的桥段？咱俩行婚之后各玩各的。成婚之后，你大可试试。你真以为本世子不敢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愣是吧？你又要干啥？明日相府设赏菊诗宴，你可与本宫同去。我才不去，我又不懂什么诗词歌赋。中秋赏菊试宴，怕是没这么简单吧？若是丞相想要造反，一切都合理多了。这7日看来我还是老实点比较好。晋国公还将30万边军虎符给了长宁，就算是我父亲，那日在朝堂上也没拦住晋国公。温兄，
现在该怎么办？长宁7日后就要嫁那废物了。我也未曾料想，竟然真叫那江枫退成了婚。温公子，那日江枫带了上千府兵，梁公子劝谏也毫无作用。若是不退婚，他就要烧了我家宅院，杀了我和我父亲。是啊，温兄，以那纨绔的性子，是当真能做出那等举动的。废物！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？原本我也以为那废物断然不会为了长公主放弃与冯姑娘的婚约，皇帝也必治他重罪，届时长宁和晋国公都吃不了兜子走。可偏偏我也未曾想到他会这么果决逼迫退婚。以往那纨绔对我都是言听计从的，为了让我开心，都不惜偷家里钱财，偷国公爷的宝贝变卖。他想死，那本公子就成全他，这婚断不可能让他们结成。少爷，长公主侍女来传话，说明日的赏菊试宴她会参加。我知道了。还有，刚刚听说晋国公府世子已经搬去了公主府，似是要提前在公主府住下。什么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世子，这该怎么办？那废物住进公主府，定然不敢再胡作非为。若是在公主府对他下手，又会迁怒皇帝。皇帝虽然好对付，但眼下却不能将脸面撕破，如今也只能从长宁这里破去。无妨，本公子亲自出马，届时你二人。长公主殿下驾到！臣温允公率何府恭迎长公主殿下。殿下千岁！丞相大人平身。今日我闲来无事，叨扰之处还望海涵。长公主殿下能亲至，便已使臣这府邸蓬荜生辉。长公主殿下府重且。诸位不必多礼，今日本宫来此也是兴致所然。长公主殿下，臣先行告退。殿下在此与诸位才俊尽可宽心赏菊，若有吩咐，使人传召臣即可。春秋佳日，寒菊盈庭，殿下驾临，蓬荜生辉。臣先敬殿下一杯。温公子请。这位妹妹是长公主殿下，臣女冯初瑶。主儿，这就是那纨绔之前情根深重的那未婚妻。原来是冯大人之女，久仰了。听闻殿下婚事将届，臣女先行恭贺新婚之喜。殿下已经抢了臣女的未婚夫，如今又是何意？莫非有意羞辱于臣女？清河，主儿，长祖。殿下恕罪，冯姑娘只是伤心过度，才不小心冒犯了你，并非有意之举。哦，她不是在恭贺我新婚之喜吗？何来伤心之说？这是在下失言。莫非还有不能与本宫明言的？长公主殿下误会，所谓难言，不过是一桩孽缘而已，何至于忤逆殿下？此事殿下应该也听说了，此前江世子的未婚妻便是冯姑娘。当日早朝倒是听闻，不曾想竟然就是冯姑娘。还望殿下海涵，冯姑娘也不过是受了牵连。想当初冯姑娘与江世子的情愫可是羡煞旁人，唯独可惜了冯姑娘，这定下婚约的姑娘损了名声。主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掌嘴！当众妄议皇室，冒犯本宫。就算你是冯大人之女，本宫也可将你流放岭南。多谢殿下开恩，还不谢过殿下？多谢殿下开恩。殿下息怒，此事不值殿下动气。满园菊花开得正好，臣已命人备妥花签笔墨，不如请殿下移步花廊，一同赏菊品调，莫因闲言扰了雅兴。也好，温公子带路吧。殿下请。这长宁竟会如此依护江枫那废物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跟过去吧。这一谱爹是今年新培的名品，此株色作嫩黄，半如蝶雪，名为玉衣黄，最是清雅端庄。不错，这是雪桂，花小而密，素净不俗，秋日里最耐笑看。听闻殿下喜诗词，臣不才，愿为殿下复用此雪桂，还请殿下指点。哦，温公子请。
冷香凝坐玉精神，不借春风自搓尘。浅素青黄凝小露，一枝清绝傲霜尘。好诗，温公子好诗啊！不愧是丞相之子，这一首《雪柜》足以冠绝此次诗宴。温公子才华已有文圣之风，只可惜如今尚未有婚配。写景尚可，惜无深意寄托，只咏得菊花之形，未写出菊花之骨。温兄，这长宁不急。1天了，整整1天了！长宁，你知道本公子这一整天是怎么过的吗？住这公主府比在家关楼棒还难顶。来福！世子，你喊我？不逢年不过节的，不必行此大礼。长宁呢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世子，您想去教坊司，这可不行啊！国公爷要是知道了，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。嘿，来福跟着您这么多年，您一撅屁股，我都知道您要放啥屁。你特么还挺了解我。而且您忘了，今日相府举办赏菊诗宴，公主殿下一早便去了。想起来了，要不我去帮您准备笔墨纸砚，你也整几首诗词。滚犊子！好嘞。满园菊花开得肥，枝枝叶叶使劲垂。看着倒也还凑合。承比其娘之飞跃，作诗这玩意儿还是不适合我，但问题不大，我可以抄啊。困了，再搂一觉。殿下，您回来了。你家世子今日可安生？那纨绔莫非又偷跑去教坊司了？清河，不得无礼。殿下，我家世子既已答应了您，断然不敢再去那等烟柳之地的。今日倒是安生，只是下午闲得发昏，让小人去准备了笔墨纸砚。你家世子还懂诗词歌赋？应该也是懂一些的吧。倒也还算老实。他还真作诗。满园菊花开得肥，承体其娘之飞跃。果然是个纨绔，本宫竟还会对他心存期待。看来此前果然都是巧合。竟然还做了不止一首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篇词竟是出自这纨绔之手。这句高处不胜寒，他不是纨绔吗？为何会写得如此诗意？竟在我公主府内做下此等千古名状。待到秋来9月8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如此气势，这是一首反诗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纨绔只是他的行事手段。小妞，你真当本世子是摆设是吧？你醒了。3番2次闯进我房间，你真当本世子是虚的？我只是担心你住的不适应，回来后过来看看。没想到你门没关，我先回去了。今日试验后，想来相府也该有所行动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好一首反诗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何其悲凉的期许。承比其娘之飞跃。如今以我掌控着的米仓、商道以及银号，若再加上晋国公30万大军助力，未尝不可一试。如今只待相府出手。父亲，您唤我。今日实验如何？回父亲，想不到那长公主眼界极高，以儿臣的才学，恐怕无法打动她。
今日让你用才学来获长宁芳心，也不过是下策。那您还下策又如何？只要其上还背着上策、上策，功成自在本相。父亲，下去吧，把我交代你的事做好。待我明日见了皇帝，便已万全。唯独国公府那30万边军是个隐患。是。等等，还有一事倒可以与你说说了，你要提前做好准备。如今中原大旱，百姓易子而食，你可知？这儿臣不知，还望父亲责罚。你自然不知，此事尚被王刺史死压着，通往其他州里的要道、渡口、官雁皆有重兵把守，连只营引都过不去，何况那帮流民？父亲，您的意思是？3日后，王刺史将放开把守，这些流民北上进京，届时便是奇迹。下去准备吧。儿臣明白。好诗，好诗啊！丞相，如今这一篇雪柜也是传遍了偌大的京城，谁人听到不赞许一句“温公子才情无两”？陛下谬赞了，犬子学识尚浅。哎，丞相就不必谦虚了，朕也略懂诗词，看得出此诗精妙。老臣替犬子谢过陛下夸赞。哎，不过温公子这首诗倒是有些意思，这写的是雪柜，怕不是写的是哪家姑娘？犬子这点心计，到底还是瞒不住陛下，老臣羞愧。这有何难？不过这姑娘竟会让令郎如此高看，字字句句写的是这雪柜，实际写的却是这天涯之别。温爱卿可是朕的丞相，温公子有如此才情，是哪家姑娘？你与朕说来，朕下旨赐婚。陛下不可！老臣虽是丞相，却也不敢高攀。堂堂相府还要高攀？莫非温公子相中的是公主？此事实属犬子沾越，还望陛下勿怪。丞相，你可是我大周文官之首，温公子又如此才华，此事朕做主了。你大可明言，温公子心仪的是朕的哪个皇妹？温丞相，难道对朕还有隐瞒吗？老臣不敢，只是犬子心仪之人确实不妥，恕老臣无法明言，臣恐陛下怪罪。那朕便赦你的罪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丞相，快起来吧。臣不敢，犬子心仪之人正是长宁长公主陛下。什么？竟是朕的皇姐？这可如何是好？不行，此事绝对不行。如今皇姐已经定下与晋国公府的婚事，圣旨已下，若是再改，岂不惹天下人耻笑？正是长公主殿下，所以老臣才无法与陛下明言，还望陛下不要为难。若是换成朕的其他皇妹倒是可以，但长宁皇姐她，晋国公乃我大周国柱，可偏偏那江枫是个纨绔，让朕的皇姐嫁与那等只知享乐的废物，朕同样于心不忍。但晋国公府为了这桩婚事，将那30万边军作聘。国公爷这些年为大周安定付出颇多，国公府只剩下世子一个难定，于情于理都无法成就。唉，当初你若是与朕明言温公子心仪皇姐不就好了？为何还要逼迫朕让皇姐去西夷和亲，又闹出了这等差池？当初本相还以为让长宁出去和亲就万事大吉，只是没想到这女人倒有几分手段。老臣也是为国思量，相比之下，犬子这点儿女情长根本无足挂齿。丞相有心了，这首诗朕会亲自出面赞赏。日后温公子的婚事，朕也会亲自赐婚。谢陛下，那老臣先告退了。唐宁，你给本世子出来！纨绔，你在这里大喊大叫什么？莫说你与我家公主还未成婚，难道你不知道，就算婚后内院也不能随便进出吗？是吗？那我进来了。你！我又出来了。算你识相。我又进来了。你这登徒子，我要去禀告公主。小丫头，你是要去禀告长宁小妞，你做好通房的准备了？江世子来做什么？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出门，我要去。本世子要去喝酒听曲儿。登徒子，
你敢去那等地方胡来，将我公主府颜面置于何地？你不许去！我在我家，我爷都管不了我。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那日朝堂之后，晋国公将世子关了整整3日禁闭，将你赶出国公府？在你这公主府里住，还不如回去被关禁闭。小妞，你知道本世子这几天都是怎么过的吗？莫非世子是觉得公主府住得不安生，有人欺辱了世子？这倒不是。不过本宫倒也不会拦着你外出寻欢。江世子只是住在这里，本宫又不是将你关了禁闭。公主，你说真的？我自从穿到这儿来，可是一天纨绔世子的日子都没享受过，还天天提心吊胆的。当然，而且本宫陪你同去。世子还去吗？去，当然去。不过本世子喝酒听曲的地方可不是酒楼，而是勾栏。你敢去？有何不敢？有伤风化。哼，我还没说你穿成这样来陪本世子逛勾栏，不去。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岂不嘲笑本世子？莫非你想我穿正装前来，倒也未尝不可。那倒也不必，但我一向喜欢与民同乐。什么意思？进去你就知道了。江世子，今日我们这儿刚交成了一批新的姑娘，我日思夜想着您什么时候来了解一番呢？哈哈，可叫姑娘们久等了，本世子这不就来了吗？这位公子是生得好生俊俏，怕是又要迷倒不少姑娘了。哦，新带来的小弟，没见过啥世面，不用管他。是，世子里面请。世子今日带了贵客，前排雅座给安排好了。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走啊！带你出来都不够给本世子丢人的。有伤风化。哎，你这就没意思了啊！啥叫风化？这叫风雅，懂不懂啊你？如此伤风败俗，也叫风雅？那当然了，懂不懂什么叫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冰，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？总结就是来了这儿享受就完了。纨绔，这种句子是用来形容来这等烟柳之地的吗？江世子英姿依旧啊！最近都传着世子要和长公主成亲的事呢。世子敢来这里，莫不怕长公主怪罪？哈哈，长公主又如何？那小妞还不是要臣服在本世子的淫威下？世子气概非凡，今日这一批新来的姑娘，有幸感受一番世子神武了。这就是你口中的鸿儒吗？那当然，这2位可都是新科进士。京城第一纨绔，你还敢来这儿？来了又如何？倒是你这京城第2纨绔，不怕侯爷回家给你抽筋扒皮？你连长公主都不怕，本公子还能怕了我家那老子死？这是武安侯之子许承泽与江枫并称京城2大纨绔，看来这2人关系不好。小侯爷往日可是教坊司贵客，再不济也是有宜春阁头牌侍奉，今日怎么来勾栏了？当然是一批新人换旧人。听说老鸨刚调教出来一批能歌善舞的，本公子当然要过来长长眼。倒是世子竟也沦落至此，多少也得给长公主点面子。教坊司那地方过于扎眼，这一批6个，咱俩今晚1人3。小侯爷仁义。你谁呀你？瞎磕鸡毛！那个小侯爷，这是我带来的朋友，能被世子称为朋友的可不多。这样，你是我兄弟的朋友，那就是我许承泽的朋友。今晚6个，咱仨1人分俩。还得是小侯爷仁义。那是，你俩先去那边，我跟世子说会儿话。行了，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德行，不够给本世子丢人的。哎，以往你都恨不得扑上去了，我懂了。温允公那犬子给你上眼药了是吧？啥？合着你还不知道？京城都传遍了，那犬子整了个诗，皇帝都赞赏了。外面都说什么一身的菜味儿，是才气吧？都差不多。反正就是那犬子喜欢长公主，但长公主又让你给弄了，委身于你这纨绔。外头现在都在为那小子鸣不平呢。还有这事儿？那当然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兄弟哪点配不上区区一个长公主？这倒是。喝酒。这操作怎么这么熟呢？
这有点后世那种引导舆论战的雏形吗？长泽，你慢慢玩着，本公子先回去。啥玩意儿？这就走？懂，我懂。最近风口紧，你和长宁成婚前别整出事儿来。问题不大。等你结完婚了，咱再出来。想不到长公主竟和我家世子这般投机，连去勾栏都一起。放屁！要不是你家那纨绔世子，我家公主怎么可能会去那等地方？公主，你别管这纨绔了。无妨，我毕竟与他快成婚了。他今日喝了不少酒，得有个人照顾。要不我来照顾他，哪能让您千金之躯做这种事？没事，小何，你去给我准备一盆热水。宋之宇，怎么了？你这小妞长得虽然像模像样的，但你不是个好人呢，你想害本世子。主儿，这纨绔，他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。将水盆放那儿，你便下去吧。是。所以其实你心知肚明，知道丞相要造反，也知道本宫要做什么。如果不是国公爷将虎符交予本宫，你会如何自保？本世子必须要享受生活。若非那日得见，我也不愿相信你是个纨绔。主儿，那纨绔没有对您无礼吧？没有，他喝多了酒，还挺老实的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外界流言如何了？主儿，您要不再重新考虑一下？就算你被那纨绔所辱，但您毕竟是长公主，金枝玉叶之躯。是奴婢多嘴了，就是外界有不少百姓组织起来请愿，希望您能和那纨绔退婚，与相府温公子联姻。他们倒是好算计，利用了陛下，又传出此等风波，将本宫架在这风口浪尖之上，将世子推至人前。主儿，您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晋国公府那边如何？百姓左右不了陛下和您的决定，所以他们请愿的对象也只能是国公爷。我知道了。这酒喝着没啥感觉，劲儿还挺大。昨天啥？合着你还不知道？京城都传遍了，那犬子整了个诗，皇帝都赞赏了。反正就是那犬子喜欢长公主，但长公主又让你给弄了，委身于你这纨绔。外头现在都在为那小子鸣不平呢。我操！这帮孙子是发现动不了长宁，所以直接冲本世子来了。所以主导这一切的人是温允公那老东西。丞相如果想造反，就合情合理。难怪那天在朝堂上那么急。长宁掌握了兵权，那就是他上位最大的阻力。所以长宁打算怎么做？大周历史上好像也出过女帝吧？不想这些了，先回家看看。纨绔，没有公主宣召，谁准许你进入内院的？本世子没空搭理你。长宁，我要回家。世子怎的突然要回国公？主儿，你看这纨绔，定然是昨日在勾栏未尽兴，便被你带回来了。你还照顾他到那么晚，结果他根本就不领情。多嘴。是你昨晚照顾我的。怎么突然这么急着要回去？做梦了，梦到我爷吐血了，我瞅瞅老头去。那我同你一起回。不用，我下午就回来。来福，清河，去备轿，我们也去一趟国公府。是。长公主乃当今圣上长姐，怎可下嫁那纨绔世子？若真要他们重婚，朝廷颜面何存？我可听说，国公爷拿出30万边军虎符，才迫使陛下同意嫁的。此婚若成，必伤国体，失民心。下官恭请国公爷现身。下官等并非阻挠天家婚事，实因百姓愿望已极，废反连篇。下官恐民心离散，朝野动摇，恳请国公爷以江山社稷为主，上表请辞婚事，以安天下之心。世子，这可咋整啊？他们是要逼国公爷退婚啊！他们还真敢来。不急，再看看，看我爷是什么反应。
公爷，尔等身为朝廷命官，不在衙署理事，竟聚众堵在本公府门前，意欲何为？国公爷恕罪，实乃百姓请愿，下官不得不来啊！请国公爷以国本为重。怎么，我晋国公府的世子，莫非配不上长公主吗？我来了。就是，我配一个长公主很过分吗？谁让你回来的？赶紧滚！别再给我添堵。爷，这毕竟是我的婚事，不能啥都让您顶着不是？等以后我给您相老伴的时候，由您再顶上。你这龟孙儿！世子殿下，我等是为民请命。我请你大罢！我娶长公主是陛下赐婚，也轮得到你们嚼舌根？胆子不小啊，都敢堵到我国公府门口来了！世子纨绔之名，天下皆有耳闻。流连烟柳之地，屡犯京畿律法，如何配得上长公主殿下？请世子顾全大局，自行己身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哦，我想起你来了，京兆府尹是吧？正是下官。来人，把这帮狗东西都拿下，关进地牢！敢说本世子纨绔，这他妈的，居然没数错啊！你敢动我？我可是朝廷命官，将天安置于河外。长公主殿下到。臣等草民拜见长公主殿下。你怎么来了？摇惑民心，煽导作乱，妄议皇室，该当何罪？夫人，霸气啊！上来就治罪。闭嘴！说什么？长宁竟亲自去了国公府，还为那纨绔说话？是，京兆尹还险些被那纨绔给抓走关押。哼，想不到这女人为了兵权就能做到如此地步。今早陛下召见我，也说起此事。温丞相，你与朕那日所言，为何会流传到外界？朕不过是夸赞了几句诗词，怎的就闹到了这地步？陛下，老臣知罪。温丞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朕没有要怪罪你的意思。臣子为情所困，当日陛下夸赞了他，老臣回家便与他一说，谁成想这件事竟被越传越乱。也何该如此？朕的皇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百姓也想皇姐能嫁与才子，而非那纨绔。不过事已至此，夸赞之言又是从他口中吐出，他也无力回天。父亲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做？静待流民即可。如今长宁就算亲自出面将此事压下去，但也触怒了百姓对皇室不满。本相的目的已成，让你准备的如何了？回父亲，不出3日便可准备充足。不错，下去吧。这么看我干什么？刚刚在国公府不还一口一个夫人吗？怎的回了公主府就变得拘谨起来了？想不通还是想不通。你突然跑我国公府去干啥？现在外面这么乱，你还敢这么强硬站台我国公府？国公爷年过70旬，劳苦功高，本宫自然不能看着国公府受此对待。就这呀？我还以为你爱上本世子了呢，所以才偷偷跟上。休得胡言！你觉得这事儿是不是有人在后面做手脚？你也察觉了。本世子是纨绔，又不是傻子。那温允公一边说什么你和亲是顾全大局，这刚取消婚约，他那狗儿子就蹦出来搞事。小皇帝还赞扬了他的才学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是当日赏菊诗宴上，温慕言做了一首《雪桂》，本宫的评价是写景尚可，有形而无神。哎，你这么紧张，解释什么？只是想你莫要误会，本宫既已与你定下婚约，便不会再三心二意。
我知道。主儿，徐掌柜在外求见。请人进来。小人徐满仓拜见长公主殿下。平身。徐掌柜今日怎么突然来见你？前脚还说心甘情愿给我当媳妇儿，扭头就得防着。本世子先回去了，你们慢慢聊。倒也不必，徐掌柜直说便是。江世子，国公府与本宫已是荣辱一体。小人徐满仓见过世子。殿下，小人近日察觉，有人在暗中积蓄米粮，可查清是何人？这倒没有，但以抬高价格想从小人这里收购，合着你还有不少生意呢。你不知道的多着呢，还以为我家公主和你这纨绔一样。小丫头，你等着吧，我和你家公主成婚第2天就让你通房。你狗徒子，休得胡闹！如果幕后之人想有所动作，征集粮草也应在中原一带。京城才多大点地方，这点粮够干啥的？莫非江公子有何高见？这还用问？京城这地方人多眼杂的，还能暗中囤积粮草。不错，这也是本宫思虑不通之处。那就一种可能了呗，流民北上进京，这帮人收集粮草用在京城赈灾啊。殿下，世子说的有理，中原商道已有半月未送来米粮。竟有此事！江公子，此事你可有证据？这还要证据？前脚皇帝刚赞扬了温允公那犬子，现在外面百姓恨不得对咱俩喊打喊杀，民生怨道。这时候要是再出个饥荒，他丞相府第一个站出来赈灾，不是合情合理？敢这么引导舆论，那老东西能没点后手撑着？放我们前世，这都是基操好吧？再按照这一步走下去，国库还得空虚，赈灾粮发放不下去。那老东西站出来借赈灾掌权，别管赈灾做的咋样，但京城百姓念的肯定是赈灾的丞相府，然后名声传遍全国，就可以造反了呗。国库确实空虚。徐掌柜，我们在京城的米仓还有多少粮草？回禀殿下，尚有3万担。区3万担，远远不够。但足够给这些抵达京城的流民吃了。如今你是风口浪尖的人，若是真需要赈灾，你要做的只是做一场戏，让京城民心向你，而不是向丞相府。所以这次又是为了自保？那当然了，本世子必须得享受生活。你这纨绔！清河，安排人去查中原情况，3日内，本宫必须知道中原情况如何，是否真有流民。是。那小人也回去了。我回去补觉了。江公子这么急着走？还有事儿？丞相意图造反。他反他的，我享受我的，我俩又不冲突。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如今30万边军虎符也给你了，我就一纨绔世子，我都不知道我能干啥。帮我笼络人心，有我公主府再加晋国公府。夫人，您莫不是急昏头了？我纨绔啊，你让我去笼络人心？你不行。小妞，我行不行？你难道还不清楚？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。他们先对我下死手，又安排你出去和亲，目的不就是造反吗？所以你想干啥？阻拦他们，还是皆可。我靠，宋之宇，你来真的？当今圣上虽谈不上昏庸，却也优柔寡断，手段不足。本宫上位有何不可？我可啥都没听着。是吗？我都说了，我是纨绔，但我不傻。我爷要不是知道了你有造反的能力，他会把虎符给你。行了，我回去想想。
主儿，您让人查的消息查到了，怎么样？刘明已经出了豫州，正在北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中原大旱，颗粒无收，流民遍地，十室九空。豫州刺史此前安排了重兵把守关口要道，将流民困于豫州境内，不得外出。难怪会一点风声都传不出来。流民还有多久能抵达京城？最多3日。我知道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京城外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多流民？朕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你们到底瞒着朕多少东西？陛下息怒，此事臣已经有所了解。此乃今年中原地区大旱，百姓颗粒无收。豫州刺史王友唯恐陛下动怒，便隐瞒朝廷。这畜生怎么敢的？朕要砍了他！陛下不可。如今豫州饥荒，若是失了刺史，无异于军中临阵换帅。以丞相死，他犯下滔天大罪，难道朕还要忍着吗？不如且让他戴罪立功，待此事解决再评功过。陛下，如今最重要的是赈灾呀。对，赈灾。户部尚书何在？老臣在。户部账面还有多少钱银？拿出来，都拿出来。先以赈灾为主。陛下，国库空虚，实在拿不出银子，老臣无能，请陛下治罪。国库空虚，这该如何是好？那位爱卿有办法解决，朕封他为钦差总督，全权负责赈灾。都这种事，你们还要互相推诿吗？难道我大周朝廷竟无一人可堪此大任？陛下既无人可用，老臣愿统筹赈灾。好，好，有劳温爱卿了。只是这钱款，陛下要如何解决？账面吃紧，不知温爱卿有何高见？事关国本，老臣提议各位大臣携手捐助，渡过难关。此次赈灾，老臣愿捐出3万两纹银。若是不够，日后老臣愿变卖相股。不愧是朕的丞相，待此次赈灾结束，朕定然重重有赏。那边有块空地，你们先去那边堆30个帐篷，让百姓先住下。主儿，您歇会儿吧。您金枝玉叶之躯，哪能亲自干这种事？我没事。娘，我饿。快了，很快就到我们了，再忍忍。大娘，我再给孩子盛一碗吧。谢谢，谢谢您。怎么样？流民太多了，还有很多百姓生了病，得请大夫过来给他们治病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辛苦你了。你们是没看到城外那阵仗，流民恨不得都要把京城给围上了，乌泱一片。我也刚刚听说，豫州那王刺史真不是个东西。饥荒闹得这么大，他就硬生生为了那脑袋上的乌纱帽将此事压着。如今国公府内纨绔和长公主殿下就在城外施粥救流民，想不到那江世子还带了府兵前去，给那帮流民搭了帐篷。长公主心善啊，嫁给那纨绔真是糟了她。唉，也不能这么说，起码这次那纨绔像个人了。此事竟也被那长宁抢了先，如今城内外百姓都念着他的好。温兄，朝堂如何？我父亲已被皇帝封为钦差总督，负责中原赈灾，那便成了一半。是啊，温公子，您区区一介女流，
和那纨绔如何能争得过你？不错，这帮流民想死还是想活，还不是要看我相府脸色。少爷，不好了！咱们在城外也搭了施粥铺，但根本没什么人去领粥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也叫粥，和蜜汤有啥区别？唉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别抱怨了。咱们有了力气，就再继续赶路吧，去城南那边。我听说了，是长公主殿下亲自出来施粥，那粥都能输得起筷子。这帮不识好歹的流民，就应该让他们饿死在中原。谁说不是？有一口喝的都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。这群贱民！今日亏得有你提前带了府兵，不然我可应付不了这么多流民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站住！怎么了？来斩！长公主殿下，这些人。公主殿下慈悲，小的们永世不忘殿下大恩。殿下是活菩萨下凡，是百姓的救星啊！若非殿下施粥，我等早已填了沟壑，做了路边枯谷。殿下活民之恩，我等便是做牛做马，也难报万一呀！咱给殿下磕头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诸位父老，快快请起，无需多礼。待灾情稍缓，官府自会安置归乡。往后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。江枫，这该怎么办？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啊！给本世子上眼药是吧？搞舆论逼我爷跟皇帝退婚是吧？还惦记造反！他奶奶的，搞不垮你一个丞相府，本公子都愧对纨绔的名头。这长宁倒是好手段，竟在此时聚拢民心。真以为本相拿你没办法吗？不行，如今我们该怎么办？那帮贱人还有几日便是他大婚的日子，既然他想要名声，那便去败坏他名声。是，儿臣明白。赵大人，兵马可以抵达豫州，今日已在豫州集结，随时可以北上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这粮饷未至，恐途中生变。不急，待流民再乱一些，再有2月入了冬，我倒要看看长宁他有多少钱粮够养活这些流民。相爷好计策，本相的钱要用在刀刃上。既然长宁他愿意出头，那便让他出。你能不能先别吃了？大晚上的带我来酒楼，所谓何事？当然是搞垮丞相府。什么？你要怎么做？急什么？人还没来呢，这么多好吃的还堵不上你的嘴。哦，来了。你他娘的是不是打从和长公主订完婚就脑袋不正常了？大半夜的喊我来这儿，这正主不就来了吗？小侯爷。哈哈哈哈！乱瞅啥？瞅你咋的？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力气才跑出来？结果就来喝顿素的。合着要是约你去教坊司，就不算有病了。那当然。行了，今天喊你过来是有正事。教坊司那种地方人多嘴杂，坐下慢慢说吧。
又见着了哈，兄弟。上次勾栏还不知道你叫啥呢。我姓宋。宋兄，我爹是武安侯，我叫许承泽。兄弟，你敢不敢对付温允公？这世上还有我许承泽不敢的。等会儿，你要对付谁？温允公。温允公，当朝丞相，你真失心疯了！没错，温允公要造反。啥玩意儿？这老畜生要造反？你别跟复读机似的，就直接说敢不敢干。啥是复读机？你先说要干啥？还能干啥？就兴他一个人造反啊！造反？也想造？嘘，小点声。兄弟，真不是我不帮你，这事儿我是真不敢啊！我家老不死的要是知道了，能把我抽筋扒皮，这比我在教坊司连嫖1个月还过分。那确实是挺过分的。江峰，他能行吗？哎，你别看我兄弟脑袋不好使，但为人绝对仗义。你放屁！咋的？真让你造反，你咋造？造反那得有钱有兵马，你有啥？国公爷的30万边军虎符都给长公主了。我又不造反，你急啥？换个问法，你想不想把丞相府的银子变成咱俩的？这个可行，我早看那狗日的温慕言不爽了。说你打算怎么做？怎么从丞相府那边骗钱？少爷，我最近刚被老不死的给断了零花。哦，这事儿得问他。这位宋兄是何方高人？你怎么带我们骗钱？骗钱？我虽然不造反，但他造。我操！我要走，我要回家，我家老不死，我父亲想我了。上了贼船，还想走？这不还是沾上了吗？不过，你能造反，你有啥？钱和兵马本宫都有。还钱和兵马你都有？你以为你本宫没有子？你介绍一下，你嫂子宋之瑜，也就是你口中的长宁长公主殿下。你好，小侯爷。你他妈疯了！你敢带长公主去勾栏喝酒，还拉着长公主造反？可别啥锅都往我身上背，你就说你干不干吧。长公主殿下，我事先说好，我可不造反，我只管骗钱。也可。那咋骗他们钱？我也不清楚，这个得问他。你让我看他，他让我看你，我算是看透了。你们两口子今晚是合起伙来诓我的吧？哎，这说的叫啥话？而且也不是骗他们钱，咱是做生意。我呸！你会做个屁的生意？你咋不自己和他们做，非得叫上我？这事儿吧，我出面不合适，倒是你小侯爷出面，他们不会怀疑。丞相府会觉得你身份太低，不敢骗他。不是你咋还埋汰人呢？说正事，夫人，你手头有没有玻璃？就是西域那边的琉璃产品。家中倒是有一些，稀奇有余，却也算不得名贵器物。有就行，回头再以夫人的面子去卖给那些达官贵人，卖出来的钱我们用来赈灾。赈灾？不是温雨宫那老畜生负责吗？乖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此事自然可以，但如何与丞相府又扯上关系？唉，说到这都不懂吗？还是让本世子给你们来点现代庞氏骗局的震撼吧。你要干啥？我可警告你啊！不干啥，就是小侯爷到时会疯狂痴迷这等琉璃物，疯狂到要自行研发生产，然后给这些达官贵人投资的机会，放出100版本，每一股只要5万两银子。这就是500万两啊！等会儿，
他们会这么蠢给我白送钱？没说完呢，别打岔。小侯爷的研发自然会有初步成效，这时需要夫人拿出最低等的琉璃小物件，然后被市场高价抢购一空。那些达官贵人自然就会想分一口汤喝，那就可以吸他们的资金，让他们入股。这靠谱吗？你咋知道丞相府一定会参与？他们5万两银子一股，只要入了，每个月每股可以给他们回1万两的分红。拉来一个人头入股，再给1万两提成。你有病吧？这样下去5个月，咱们不光赚不到钱，还得倒搭进去不少。江峰，你想怎么赚钱？他们贪图每月的分红，殊不知我真正想要的是他们投入的本金。你做的这事实在太不像话。多谢兄弟夸奖，但你知不知道，我武安侯府届时拿不出银子，就彻底把他们给得罪死了。怕什么？夫人，你觉得造反之事多久会结束？若是钱银都被骗光，不出2个月，相府就会被我清算。这不就完了吗？到时那就是权贵的钱如数复还，丞相的钱，咱俩3期分账。5期？当然是5期，你期就你期，到时候想办法多卖温木盐点股，比啥都强，咋也能赚个100万两。届时他就是大股东，你完全可以私下里再操作一番。对呀，反正也只是赚他一个人的钱。那倒不必。本宫更倾向于将所有权贵的银钱都吃下。不过小侯爷也不用担心，本宫登基后，武安侯府有从龙平叛大功。那还说啥了，嫂子？江峰和我可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这事儿我干了。好宝贝，当真是好宝贝。小侯爷，这宝贝是从哪儿来的？怕不是西域的琉璃吧？此物连陛下都无法轻易得到。小侯爷，您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怕价值不菲吧？嘿嘿，这可就不能和你们说了，我可答应了长公主。长公主？莫非此物是长公主？我可啥都没说啊，你们别乱猜，我们什么都没听到。此宝物乃是小侯爷意外得到。嘿嘿，不错不错，正是如此。小侯爷，此物花了多少银子？这个倒可以与你们说说，只花了3万两。什么？3万两？此宝物如此精美，竟然只3万两！而且啊，我已经在城外开窑，自己研发生产这琉璃宝贝。哈哈，到时我若是成了，就是整个长安城第一富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冯姑娘可听清了？冯姑娘，温兄在问你话。听清了，可是，若是我这么做的话，岂不是得罪死了长宁那女人？她若是治我罪，治你罪又如何？不出3月，这天下便是我温家的天下。是，全凭温公子吩咐。温兄，我听说城外流民越聚越多，长宁那女人想来也坚持不了多久。少爷，好消息！哦，有何好消息？哦，有何好消息？武安侯之子许承泽在酒楼炫耀他新得的琉璃宝贝，誓言说出是出自长公主之手。竟有此事！定然是连日救济那帮贱民，只是手头钱粮不足。好啊，好啊！父亲说的果然没错，看他能撑多久。一介女流，不足成事。倒还有一事，奴才听闻那许承泽竟要自行研发那琉璃生产，随他去。此人与那江峰并称京城2大纨绔，此等时候还醉心于这些无用之物。哼！奴才告退。下去。经小侯爷宣扬，我手头成色还算不错的琉璃器物已经都出售了，还剩下不少成色稍差的简单物品，正好可以用来配合小侯爷。接下来就是等时间了。殿下，奴婢将徐掌柜带到了。小人徐满仓拜见长公主殿下。免礼，徐掌柜。粮铺那边如何了？回殿下，各大粮铺都在抬高粮价，背后是丞相府在指使。乱世钱银最是无用，继续收购米粮，用以赈灾。是，小人先下去了。如今你在京城内积累了不少名声，估计已经成了丞相府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我去看了城东的周鹏，与白水又有何？温允公得了总督大权，却根本不行赈灾之事。但他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得民心。想来我们3日后大婚，也不会那么好过。陛下圣旨赐婚，他莫非也敢插手？那倒不敢，但却能让你我声名狼藉。冯初瑶，那啥，这事儿也不能光赖我吧？本宫要出城去看流民了，世子随意。堂堂长公主，醋坛子也说翻就翻。若是为保父，还可过来城州。谢谢殿下，草民斗胆，请问殿下今日可有要事？无事，乡亲父老们有什么难言之处，自可与本宫说。不是，殿下误会了，我等已经得了殿下如此恩惠，怎可再敢麻烦殿下？那诸位这是？殿下恩情，草民们无以为报。听闻殿下与世子大婚将至，便做了这万民伞恭贺殿下。可惜无名贵丝绸锦缎，也无绣工刺字，只能以草民们这必施衣物截取编织，还望殿下勿怪。本宫自然不会怪。清河，将此伞收下，好生保管。殿下，我是中原妇女，以织物为生。殿下，这是我娘教我绣的平安结，能保平安，希望您不要嫌弃。我当然不会嫌弃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？回殿下，我叫穗儿。好，本宫会将这平安结带在身上的。在想什么？想你说的那句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想不到世子竟还有如此才华。有感而发而已。愿殿下和世子百年好合，岁岁平安。瞧这仪仗，瞧这阵势，一看就是皇家金枝玉叶，十里红妆，万人款项，也就长公主殿下才有这般牌面。这世子以前纨绔，但最近做的事儿还挺像人。亲娘子能娶长公主殿下，便宜这纨绔了。多谢诸位，凡今日前来父老乡亲，皆可领一份我国公府的喜糕喜糖，聊表心意。愿诸位岁岁安稳，永无积土。多谢世子。恭喜国公爷了！同喜同喜，老夫还等着喝你相府的喜酒呢。来了来了，世子接亲回来了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长宁乃镇手足，慈惠爱民，万民敬仰。今择国公世子为配，礼成大婚，尔当敬之，重之，惜之，目复振旺。愿千秋静好，荣宠无极。钦此。臣接旨。吉时已到，行拜礼。二拜高堂。好啊！长公主今日下嫁我国公府，真乃和府之幸，家门荣光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是。夫妻对拜。等一下！我操！这偶像剧男二戏码还真来了。世子，你当真要娶公主吗？你是不是冲撞了什么？我不娶公主，难道还要娶你？就你这样的，给我当小妾我都不要。你好狠的心！你与我这么多年的感情说断就断。不是，你没完了！逆女，你在干什么？敢冲撞长公主殿下大婚！父亲，您别拦我！公主殿下，民女不是故意要扰您大婚，是民女痴心错付，被人哄骗了真心。今日实在走投无路，才敢冒死闯进来求一个说法。败了，还真叫我说中了。还不都是你惹下的祸事？那你倒是说你想咋的吧？今天你让我丢下长公主，然后娶你，倒也未尝不可。本宫可给你这个机会，但你敢接吗？我又不敢抢本宫的婚，又要屡次三番来恶心本宫。你既这般痴心，不如本宫成全你，赏你一口井，一条白绫，让你全了贞烈名声，如何？殿下，
您听我解释。来人，押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不是这样的，丞相，温公子，救我，救救我，梁公子！可惜了，你今天戴着盖头没看着。冯初妖那女人被带下去的时候，温家那2条狗脸黑得跟煤球一样。所以夫君打算什么时候让我看看？世子身子可好些了？可还行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还睡？本世子刚修养好点，经得住你这么折腾？谁叫你这么虚？到最后是谁求饶的？闭嘴！还不快起来！该去给国公爷敬早茶了。败家玩意儿，你该干啥干啥去。我与殿下有几句话要说。啥事儿啊？还得背着我？国公爷倒也不必支开世子。也罢，你可知这中原流民是怎么来的？还能咋来？不都是温允公那老狗整出来的？他想借今年灾荒造反。你竟然知晓！没想到殿下竟与老臣这纨绔孙子说了这些。世子并非纨绔，此事都是他猜测所得。此次出城赈灾救济流民，也是世子提议。我操他的！是这兔崽子提出来的。不过此间行为虽让殿下得民心，却是亏空了不少钱粮。如今京城内良家长势过于迅猛，本宫也是为此事而来。如今京城内良家长势过于迅猛，本宫也是为此事而来。如今相府集结50万大军于豫州，恐只待入冬流民难控，便要北上。此事无妨，大军北上需要饷银。以相府的财力，怕是能调度这50万大军吧？莫非殿下已有应对之策？你总看我干啥？夫君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啊！这败家玩意儿有啥可说的？净知道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儿！我可警告你，婚后你敢去教坊司，老夫把你狗腿打断！国公爷误会了，此计也是世子教于我的。咋？这败家玩意儿要去偷相府的银库？倒也不至如此唐突。听说没有？昨日长公主和江世子大婚，冯家那姑娘可险些让长公主下不来台。哈哈，那可是当真精彩！直言控诉那纨绔，如今已经传遍京城，真是没想到啊！要我说，还是那纨绔不是个东西，一边勾搭着别家姑娘，一边还和长公主苟且。哈哈哈哈，成了！啊！小侯爷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不都说了，此乃我自己开窑冶炼出来的琉璃，这照比此前的宝贝还是差了些色泽，也不够光滑。哎，急什么？慢慢来，哈哈哈哈！不出半年，定然反超西域的琉璃。唯独可惜，本公子现在差了点银子，希望各位帮扶一番。如何帮扶？小侯爷，你但说无妨。没错，小侯爷有这等宝物，还能诓骗了我们不成？但本公子也不白拿各位的钱，每月返利1万两。若是各位购入股本还有举荐的，举荐1人，本公子再掏5000两白银嘉奖。本公子再掏5000两白银嘉奖。啊，小侯爷，此事可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也就是本公子如今缺钱，不然你以为这等好事能轮到你们头上？我这就回家找我父亲商议。小侯爷，看在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上，您一定得给我留10股。我擦，你爹这些年没少贪啊！嘿嘿，也就小来小去的整了点儿。抓紧啊，这捡钱的买卖晚了可就没了。温公子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啊！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如今她被长宁诛进了天牢，
冯姑娘这次做的不错，本公子自然会跟父亲替她求情的。温公子，长宁的女人说要择日问斩了，可不能再慢了。本公子行事还容得你来质疑？下官万万不敢，只是我担心初瑶若是问斩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，可会坏了丞相的大业啊！你在威胁我？每个月2成返利，竟有此事！公子，这事儿你看咱们相府是否要参与？谅他区区一个武安侯也不敢诓骗我相府。不过也不急，先去他那窑厂查探一番。是。还在这儿干什么？滚出去！是。那个冯初瑶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？夫君是想为你那旧情人求情了？什么对什么，我就这么随口一问。那夫君意下如何？不过我建议最好先别动他。许承泽那边还没搞定相府，万一这女人一害怕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，容易逼他们狗急跳墙。成了！第一批22本已经都卖出去了，整整100万两银子，这么快？那当然了，不过多亏了长公主，让我那窑厂看起来像个样。丞相府那边有人过去暗中调查，也没查出来。这20只本里，丞相府占了多少？他们来晚了，没抢着，咋办？江兄，要不我再放出来点？不急，等1个月后给其他人分红的时候，温慕言那蠢货得发疯求着你买股本。明白，那我先回去继续操作了。你们怎么操作？当然是做戏做全套，总不能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要吧？上好琉璃器物，西域同款，3000两一件，数量有限，预购从速啊！别挤，我先来的。挤什么？明明是我先来的。这个我要了。行啊，3000两银子是吧？给你。别挤。他娘的，怎么这么快就没了？小侯爷，还啥时候出摊啊？我下次早点来。嘿，这个可就说不好了，得看我那窑厂生产出来多少。放心，下次我提前让下人知会你。那能不能顺路带上5件？3件就行。我这可不提供上门服务，主打一个手慢无。温兄，你看，这就是今早许承泽那小子在坊市卖的琉璃盏，3000两银子一件呢。有人买，简直人山人海。那摊位摆开，连盏茶时间都不到，便让人抢光了。竟如此？是啊，我这琉璃盏还是从旁人那儿高价购来，花了我5000两银子。按你这么说，那许承泽今日应该没少赚，不少于10万两。不过他那窑厂规模不行，生产的琉璃器物太少。不急，且再看看1个月后是否真有分红出来。入冬前，只要将饷银给那帮兵痞发下去便可。还没来。小侯爷，您可来了，可让我等好等啊！小侯爷真是一日一个样，果然这钱能养人。最近我可都听说了，小侯爷光是卖那琉璃器物，便卖了几10万两，当真是发了大财。是啊，小侯爷，啥时候能再放出点股上来？我家老爷子刚卖了几处宅院，等着买呢。不急，先把各位这个月的分红发下去，20万两银子，大伙儿一个一个来哈。只要买了股本的，人人有份儿。对了，明日我会再放出来100份股本，大家预购从速啊！我这就回家取钱。急什么？都说了明天。小侯爷，丞相之子温慕言在外求见。快有请。可算给你盼来了啊！对，银票，这也太少了，整整1个月才赚了120万两。哎，等这次股本卖出去，就能扩大窑厂了。小侯爷，温公子到了。温公子咋突然过来了？小侯爷别来无恙。我听闻你建了个窑厂，生意还不错。我这点小生意也被温公子听说了，就对付个温饱而已。咱兄弟俩这么多年交情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听说你明日要放出100股本。对，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哎，
要不是为了扩大窑厂，多生产点琉璃，我也不想做这赔本营生。哈哈，不如你我兄弟二人来做这个生意，如何？这，许兄你可得考虑清楚，这生意和我相府做，还是和别人做，能一样吗？没错，那能一样吗？看在咱兄弟俩的交情上，这事儿我得罪人就得罪了，这100兆本我都给你。许兄敞亮，今日之事多谢了。哈哈哈哈！到手了，到手了！500万两银票，温慕言那闯祸刚给我送来。江兄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小子跪地上给我连磕3个响头，我才把资本卖给他。这么夸张吗？也就还行。不过这一边骗人家钱，人家还谢我说我敞亮，是真他娘的爽啊！长公主殿下，小侯爷免礼。500万两银票，相府刚送来的，夫人您清点一下。回来了。回父亲，已经把100股本买下，这是契书。好，来人，老爷，传令豫州，下月初3动兵北上，届时本相亲自犒赏众将士。是。末将拜见晋国公，拜见长公主殿下，拜见世子。战事如何了？禀告国公爷，逆贼大军已被我军尽数围困于城郊，粮草断绝，退路全封，叛军已是瓮中之鳖，只等国公爷下令收网。此行千里，长途跋涉累了，给将士们赏半年饷金。谢国公爷。那本宫先回了，今日朝堂恐有变数。夫人慢走，我回家补个觉。你跟我一起去。诸位爱卿，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启奏陛下。丞相所奏何事？可是中原饥荒安定？非也，陛下。时至今日，天下灾荒四起，朝纲混乱，百姓流离无所，皆因陛下昏贵无能，失德于天下。撒胆！尔敢以下犯上！臣并非犯上，乃是顺天应人。如今京畿大营9门守军尽在臣掌握之中，陛下手中无兵，朝中不助，再坐这龙椅，只会让江山倾覆，血流成河。文宇公，你想造反？为保宗庙社稷，为救黎民苍生于水火，请陛下禅位，以安天下，以安天下。尔等是要和他一起造反是吗？陛下是要体面禅位，青史留名，还是要看着宫变发生，身首异处？请陛下自己决断。你，父亲，不好了！如此慌乱，成何体统？城外大军被晋国公30万大军围困，不停调度，武安侯人去府空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咱们给大军发不出饷银，他们都反了。你说什么？长公主驾到！皇姐，快来救朕！这老贼要反！回禀陛下，本宫知晓。是你，贱人！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！丞相手握兵权，矫诏逼宫，围殿挟军，好大的胆子！真当这大周江山是你掌中玩物？启禀殿下，城内叛军已尽数降服，9门私塾夺回。来人，拿下逆贼，打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皇姐救驾有功，护我江山，朕……陛下，本宫的话还没说完。皇姐，这是何意？我大周江山自然不能流落旁人之手，但陛下治国无方，灾年苛政，流民遍野，纵容奸佞。长宁，你竟敢谋反！哎，小舅子你别瞎说，自家人叫啥谋反？又不是改朝换代。请皇兄罪己诏，禅位。吉时到，请长公主升座。先帝罪己诏，禅位诏宣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
朕以匪薄之躯入城大统，治国无方，临政不明，今特发罪己之诏，朕愿敬循天意，法从于情，下诏禅位，传于长公主，布告中外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朕承天之命，继祖宗基业，必当勤政爱民，整肃朝纲，安定天下，不负苍生，不负社稷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礼乐再起，鞭炮震天。他登基就登基，那我这算啥？皇夫以后还得负一天下。皇夫，怎得如此看朕？如今你当了皇帝，总不能也3宫6院72妃吧？朕还未曾想过此事。皇夫觉得朕要多少男伴合适？逗你呢，朕以后就宠你一人。虽然，但是怎么感觉这么怪呢？皇夫近日休养的可好？好不好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